赖副总统、我们秘书长跟副秘书长、我们各位媒体朋友，还有收看直播的朋友，全体国人同胞，以及全世界关心台湾的朋友们，大家早安。今天是元旦，首先我要祝大家新年快乐。过去一年对台湾来说是特别的一年，我们一起度过因为疫情而震荡起伏的几个月。我们也一起走过为了4项公投从联署到投票的公共讨论历程。公投历程说明了台湾正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当挑战来的时候，大家对于该怎么做、怎么回应，也许会有不同的意见和想法。但是，当我们透过民主机制解决的问题，社会就会很快的恢复平静，运作如常。而疫情更是考验台湾人民的团结以及公民的素质。谢谢这1年来所有台湾人民的努力。当我们团结一致，当我们相信民主机制，台湾就能克服种种的挑战。去年的台湾也有不少的好消息，我们的经济成长率预估来到11年来的新高，股市的大盘指数也在1年内上涨超过23%，最近更创下了历史新高。去年台湾每人 GDP 首次超过3万美元，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 GDP 更已经超过许多 OECD 国家的水准。另外 IMF 也预测台湾将在明年重返全球前20大经济体。但在我们眼前的还有很多挑战，全球疫情依然是严峻，让复苏充满了不确定性。通膨、房价以及可能再起的疫情，都是我们在经济成长的同时必须要严肃面对的课题。此外，如何在下半年的激烈的选举竞争中保持稳健的政经脚步，如何在中国不断增加军事和外交压力之下，坚持守住自由民主，坚持走向世界的共识，也都是我们2022年的台湾必须要积极面对的挑战。持续走向世界，维持经济发展动能，巩固社会安全体系，坚守国家主权，这就是我们2022年稳定执政的4大主轴。去年4大公投的结果显示了台湾人走向世界的决心。新的一年，我们仍然会就国际经贸多元布局，走出对单一市场依赖，做出更多的努力。除了维持我们持续的推动新南向政策，深化跟新南向国家的合作交流，我们也希望台美的 TIFA 的对话更加的深入，为将来的 FTA 打好基础。我们也会全力争取 CPTPP 的会员国对台湾的加入的支持。同时，我们将会提出强化欧洲链接计划，促进台欧之间的密切交流。在维持经济动能方面，这几年来，面对全球变局，民间企业展现了强大的韧性，配合政府大力推动5+2 6大核心战略产业，让台湾产业的竞争力全面提升，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现在，台湾已经是全球半导体制造产业的领导者。未来，无论是智慧城市的解决方案、绿色能源的部件，或者是电动车等等的晶片需求，台湾都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在全球数位转型和因应气候变迁的成败上，台湾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台商的动向更将牵动全球产业链的布局。未来，我们必须不断增强台湾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因此，新的一年我们会持续推动能源转型，也会以前瞻而且务实可行的方式，提出净零排放的路径图，让整体经济结构的转型
有所依循。另外，行政院也已经宣布，投资台湾3大方案将再延长3年，我们预计可以再为台湾带来9000亿的投资和4万个工作机会。在维持经济动能的同时，我们必须有效地因应通膨，还有房价上涨的趋势，使得经济成长的果实可以化为实质的所得的增加以及生活水准的提高。物价和房价上涨是今年全世界都要面临的挑战。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运用公用事业缓涨机制以及健全房地产市场方案的选择性金融管制、税改和行政查措施，让物价和房价的涨幅比其他国家稍微温和。未来我们会继续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来确保物价平稳。另外，我们也会透过稳定物价小组、健全房市小组，强力的遏制不法炒作及囤积。今天开始，基本薪资调高到25250元，比起去年调幅达到5.21%。等到总预算通过，军公教也将调薪4%，希望能够刺激并且带动民间加薪，这将有助于减缓通膨的冲击。社会住宅的供给也将提供年轻人及弱势者合理价格的居住空间。去年我们宣布启动50案1.1万户的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住宅新建案，这些都在陆续发包中。我们已发包、新建中或者已新建完成的社会住宅，现在已经累计达5万户。展望2022年，我们除了加速社会住宅的新建计划，也将推动长者换居、旅馆转型，把去年已经扩大到1.6万户规模的包租代管方案，继续的加速推广出去。另外，从前年起，我们也扩大了租金补贴，依照不同县市地区提供年轻朋友或家庭每个月数千元不等的补贴，今年也会持续下去。增加社会福利，降低生养照顾的负担，不仅是分配的问题，更是社会安全的问题。我们将持续巩固社会安全体系。去年长照 2.0 服务据点已经超过1万个，遍布全国各地。今年的长照预算将达到607亿元，而且将持续布建我们的据点跟增加服务。为了强化社会安全网，我们会持续的增加公部门社工以及相关的专业人员。今年将新增超过5000人，也会补助私部门社工1454人，来减轻社工的工作负荷，也提升保障弱势家庭的量能。在去年育儿津贴加码之后，今年8月还会再加码到5000元。公共化的幼儿园3000班的目标，明年会提前达标。去年所有提供公共化、非营利和准公共化的幼儿园的园所数已经大幅成长。过去家长反映抽到公立幼儿园的机会只有3成，现在已经提高到6成，可以进入评价优质的幼儿园。去年母亲节，我说政府要当孩子家长的神队友，在今年产检假会增加到7天，而且配偶也可以请陪产检假。我们将持续检讨、增加补助，强化各方面的措施，降低养儿育女的负担。0到6岁，国家跟你一起养，我们说到就一定做到。新的一年，稳健执政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我们会坚守主权，坚守自由民主的价值，捍卫领土主权与国家安全，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将会持续关注香港的情势。前一阵子，香港的立法会换届选举受到了干扰，让人更担心香港民主的发展。而前几天，香港政府拘捕了多位
媒体人，让人更担心香港的人权与言论自由。追求民主、自由不是犯罪，台湾挺香港的立场也不会改变。除了关心，我们更要珍惜我们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让台湾更好，让世界都看到台湾民主台湾有勇气走出威权中国的阴影，不会屈服在压力之下。最后，我想谈一下两岸关系。面对疫情下的经济新形势，两岸有各自的挑战，也有各自对人民福祉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我们双方也共同肩负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的责任。这些年来，我们持续地呼吁对岸不要剥夺香港的民主与人权，也严正地抗议针对我方的军事的侵扰跟外交的打压。对岸的这些行为都无助于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我们的立场向来是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不冒进。而我们同时也要提醒北京当局，不要误判情势，更要防止内部军事冒进主义的扩张。军事绝对不是解决两岸分歧的选项，军事冲突将冲击经济稳定。各自努力照顾好人民的生活，安定社会民心，两岸才会有空间和氛围，以和平的方式共同面对问题，共同寻求解方。这也会让区域的紧张情势有所缓解。今年的元旦主题是坚韧台湾，立足世界。台湾做得到，因为台湾有坚韧的你。谢谢去年1年台湾人民的付出和努力，今年我们也要一起克服挑战，大步前进。祝大家2022年新年快乐！谢谢大家，谢谢。